千万座山，能否找到答案？遥遥凝望长夜，剑指苍空残月线，血染千沙万里，天地任我笑看。一眼愁策马如飞，生死相随，输赢又何为？生如潮，人如水，不谈江湖几人回。只想路远漫长，心不灭怀揣梦想奔向远方。那惊涛骇浪来将我阻挡，我有我的信仰，保持我的倔强。便宜到让你随时起飞，订机票就同城，同城旅行邀你收看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。消毒菊真纯棉，淘淘养棉卫生巾邀您收看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。穿这么少，小心着凉。咱们现在可没钱看病。大白，你说我们现在在京城的生活也太难了吧？这住房难，看病难，挣个钱更难。我就想着挣2个钱给你买一支笔吧，多不容易。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，走水的事儿你也别在意，天干物燥。掌柜的应该也能挺过来。不，是我连累了掌柜的。我今天就觉得不对劲儿，总觉得有人盯着药材铺。我当时觉得我看错了，就没放在心上。现在想来，这掌柜的为人这么简单，肯定不会有人为难他的。那就是冲着我来的，是6分半堂的人。又是6分半堂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我们都这副田地了，他还不肯放过我们。怎么，6分半堂的人也为难你了？为难我们的可不是6分半堂，是老天爷。哎，大黄。哎，就连狗都嫌弃我们。一身桀骜，一生骄傲，3分天地中谈江湖太寂寥。问正邪何为，谁又能同道？日夜朝朝，江水滔滔，雁过长空，看是海阔是天高。待俯首闪电，一览青云遥。管他是非扰，人心笑，红尘了，风雨交。英雄我来到，何妨他前路虎双剑，我锋刀。再不忘江湖走一遭，仰天笑。我要鹰飞九霄，与天地高，千古笑。笑我前路总是海浪和惊涛，仰天笑。我要是非成败，整个分晓。饮一壶烈酒，心上烧，天涯海角。
说天下英雄事，说天下英雄事。先生，是您啊，您可还记得我？我当然记得了，你我曾在细柳相遇，在下云游四海，集天下义士。到了京城，我才发现，这江湖里数一数二的人物全在此聚集。哎，话说回来了，你那2个小友可以成大功大名啊？没呢，眼下正是他们落难的时候，打工的地方被火烧，画的字画也卖不出去，估计每天都饿着肚子了。千淘万漉随辛苦，吹尽黄沙始到金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相信我那2个朋友，总有一天会上先生的英雄榜的。小姐在哪儿啊？快追！先生，我先走了。快！青山磊落，童叟无欺。艰难照无邪。小姐听说了吗？和小姐在船上相识那2位公子，竟然没进金风细雨楼。他们现在一个在街头卖字画，一个在药材铺帮工，过得挺落魄。你对他们倒是挺上心的。小姐和他们有交情，我自然关注。既然他们没进金风细雨楼，要不小姐去和总堂主说说，让他们加入咱们6分半堂吧。他们是不会加入6分半堂的，而且我和爹有言在先，不管江湖之事。那我看这2人在京城待不久了。倒也未必，这2人都不像是轻言放弃的人。看画嘞，看画嘞！刚收得一幅老人牵牛吃小草，遥望扁舟过江河图喽。这位大小姐，我一看您就是懂画之人。这幅画是我新收的，您看看这笔法，这意境，一看就出自不平凡人之手。我还真是略懂一些。这幅画笔法新奇，不像是已成名的画家之作。对，大小姐，您说的太对了。这个作者是我刚结识的，此人身无长处，背这个画家就来闯京城了。可是他志在青云，您再看看这幅画，啊，多有气质！那你也不把画的名字取好听一点？什么老牛吃嫩草，一听就卖不出去。这个小姑娘，你看这画的名字好改，主要是大小姐看不看得上啊？画人生阶段，年老回望年少，无限感慨。这背后的雄壮山水巍然不动，写天地之意。想想看，所有人皆为世间一过客。你把这幅画的名字改成浮生，或许能够卖出去。你不买啊？不买。您不是这笔法新奇吗？新奇，就足够在京城闯出一片天吗？在下爱莫能助了，2位慢走啊。各位大哥大姐们，大家凑一凑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今儿我给大家献丑了，我就站在这圈里，这一个铜钱就一个石子儿，你们要砸着我，铜钱归你们；要砸不中我，这铜钱就归我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就这么简单？你试不就知道了吗？有人试的吗？这位大哥。来吧！真厉害啊！就差这么一点儿，再来！承让。
哎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去吧。那石堂主，我刚才说的事儿，不过打死个小贩，6分半糖，帮你。哎呦，多谢石堂主，多谢石堂主，您交代的事儿，我立马就去。走。谢谢各位啊！下次一定再来捧场啊！先走哎，慢走啊，慢走，慢走。谢谢。让开。这么大手笔啊，老板！也有的是钱，想玩大的，玩这个你敢不敢呀？哎呦，这不能玩啊！别玩了，要命！太危险了。玩啊！这都答应了，哎呀，不能玩啊！3件未中，这些钱就是你的。好。哎呀，小伙子太危险了，别答应他啊！小心啊！算了吧。哟，身手不错嘛，命大。还有2件。好身手啊！大哥，大板，你谁呀你？多管闲事！滚！走。大板，大板，你等等我。大板。大板，你等等我，大板！大板，你等等我行不行？哎，都掉地上了，你等等我嘛！我钱都掉地上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办法？你不是说谁欺负我们，我们就打回去吗？那些人只要拿着钱，就可以随便欺负你、羞辱你。我这是卖艺讨生活。你不是卖艺，你是卖尊严。行走江湖靠本事吃饭，这也算是种经历吧。我不觉得这有辱尊严。我们现在生活是难，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吧？我们总得想办法吧。如果想留在京城，我们就得……如果留在京城需要你这样，那我宁愿走。大板。原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京城找到容身之地。只手遮天的人，能把每一道门都关上。他看到的一定和我们不同。真好，飞来飞去，自由自在。他去过的地方，一定比我们多。
我要留下来，我想尽快加入金风细雨楼。我可以不留在京城，可大白不一样，他等太久了，他要的功名，只有在京城才能得到。我没钱没名的，谁会跟着我呀？听你这话，我倒像是被你占了便宜。你确实没钱没名，我也不是来跟你的，是来赶你走的。6分半堂的3堂主都出动了，看来这是要赶尽杀绝呀。那来吧，带了多少人都叫出来吧。没人了，就我一个。我是来赶你走的，可没必要动刀动枪。你要是不怕我一个小女子，就跟我走，我请你喝一场酒。你不是卖艺，你是卖尊严。如果留在京城需要你这样，那我宁愿走。要是拍了门，大白就真的不会原谅我了。堂主，总堂主说他没敲门就留他一命，那我们还跟着吗？我看见他敲了，你没看见吗？属下明白。很多人来京城，只是怀抱梦想，想争个立足地，可为什么偏偏总有人恃强凌弱，想要把人赶走呢？又让你给耍了，呵呵，也好，赶你不走，那就别走了，得罪了6分半堂，按规矩。就是得把命留下。哼，想要我的命，恐怕你没这个本事。杀！6分半堂有6分半堂的规矩，可我有我的规矩。不打穷途末路，怕无错到了绝路你也杀了他。刚刚是第一拳。不打手无寸铁，可你烧了掌柜的药材铺，这是第2拳。这第3拳，我就是想打你。3堂主，阿南，给我拿件长袄。好嘞。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，
在京城江湖里，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位分，就喝什么样的酒。当然听过。这里就是京城之巅。这里的酒很好，也很贵，寻常人挣1年的钱，都未必能够在这里喝醉一次。这酒上挂着的名字，看着都不认识，因为都是化名。他们有可能是雷总堂、苏公子、七少商、沈通侯。你特意带我来这儿，就是为了羞辱我吗？你不该被羞辱吗？你的武功是不俗，可光有武功没有用。况且你还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6分半堂。京城江湖本来就是一道窄门，要挤进来就很难。况且这道门现在已经对你关上了。门关上了就变成了墙，铜墙铁壁，哪有那么容易打开？苏公子这样的人为你下跪，才保了你从牢里出来。你要留在京城，你的好兄弟就要在街头卖艺。你那么骄傲，可身边的人为了你早就没有了尊严。那你还有脸面留在京城吗？喝一杯吧，只有在这里，在京城，才能喝到这样好的酒。我愿要昂扬，独步天下，奈何却人如苍与无你。我梦在叱咤风云，却无奈苦后失机。难道等风早起，途中便是荆棘？这位客官，这么晚还来买画？那幅画还没卖出去。我临时来帮工的，不是特别清楚。可按字画行的规矩，挂在那面墙上的画，都是些没名气的新画家画，基本卖不出去。你这字画行也有规矩？客官说笑了，京城这地方哪没有规矩呢？可怜的是，每年来京城想出头的人多了去，可真的能出头的基本没有。哎，客官可是看中了这幅？我挥剑便要向山，当洗万丈惊涛。我司命只要是升天高，乱世风暴难让我分毫。鲜血滑落嘴角，也是青面一笑。怎敢辛困于凡身，苟延残喘？何不去独饮狂欢，舍命一战？生命响彻天地皆因，众生俯首相传，再无憾。我是在一鸣惊天，目睹悲叹，不为爱恨是纠缠，怪异江山，却无奈终难逃，宿命之伴，孤影阑珊。我若有后呼却一声号，哪怕无畏与众生过招，可几人能定江山？小石头，我走了，麻烦你向夫子和婆婆转告我的离开，谢谢他们这段时间的照顾。你说每个人都应该是自由的，可和我一起落难，你反而不自由。朋友不该连累朋友。京城这段日子虽历经磨难，但苦中有乐，刻骨铭心。天涯海角，一生兄弟，莫失莫忘。小姐，都跪了一夜了，要不起来松快松快？还没有苏公子回城的消息吗？还没，
苏公子这次去西北，路途遥远，也就晚了1日，肯定不会有什么事情的。而且以他的身手，他肯定能够保护好自己的。梦枕言出必行。从前外出，从未晚归。等你心上有人，若他也是行走于江湖之间，外出时晚1日未归，你便知道我此刻的心情了。阿弥陀佛，雷大小姐，苏公子已回京了。小姐，你慢点儿。来者何人？金风细雨楼苏梦枕。苏公子，请稍后。苏公子，大人有请。大人，您要的东西我取来了。苏公子，风尘仆仆辛苦了。东西在这里，拿来瞧瞧。还真是他的人头。哎呀，苏梦枕就是苏梦枕啊，没有你办不成的事儿啊。哎，呵呵，有点退步啊。呵呵，本官最近在练蹴鞠，见着球一样的东西就想踢上一脚，还要劳烦苏公子帮我把它捡回来。来人呐！是。苏梦枕刺杀朝廷官员刘安世，给我拿下！得令。大人，说我刺杀刘大人，有何证据？这人头就是证据。大人有没有看清楚，这究竟是谁的人头？大人，是假的。啊！好你个苏梦枕，我让你去办事儿，你敢诓我！梦枕愚昧，大人让我办的到底是何事？你，苏梦枕，金风细雨楼在我眼皮子底下，你把我得罪了，没有后果。大人，大人，这人头
该不会是你朋友吧？哎，对了，刚才说要把我怎么着来着？退下！退下！你可想过这么做的后果？想过。你以为你苏梦轸名气大，我就不敢抓你？我杀了你都行。普天之下，没有大人不敢做的事。不过，若是我被关进刑部大牢，又或者死在什么地方，大人，那你可就永远都不知道我究竟看到了什么。干嘛？想要自己偷偷跑啊？你就这么抛弃朋友？小心我打断你的腿啊！我没抛弃朋友，我们俩京城也来了一段日子了，我自己找不到出路也就罢了，还要你去卖艺，让苏公子受尽委屈，让朋友受委屈，我觉得更屈辱，所以我要离开京城。你说完了吗？既然都说是朋友，那还谈什么委屈不委屈的？咱们俩是一块来的京城，既然要走，我们就一块走。不是，小石头，你还有你的梦想。哎，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不干脆呢？我不说了吗？都听我的，咱们俩一块出去闯荡几年再回来。要是这6分半堂再敢打压我们，我们就一块打回去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出去闯荡，再一起回来。嗯，走吧。千里迢迢，风尘仆仆啊，总算是回来了。我给你备了暖茶，还有暖火，给你接接风，去寒气儿。千里迢迢是还好，倒是在尚书府那儿差点被拿下。你提着人头进了刑部尚书府，还能全身而退？嘿，是谁的人头啊？能保住你苏梦轸的命？从刘大人那儿，我得知一个消息：副宗书和6分半堂一直在北方秘密运作着一盘见不得人的生意，此事和辽国人有关。我沿着刘大人给的线索，在边关一带追踪，找到了他们生意线上的接头人。你就是北方生意的接头人。苏公子能追到这里，便已是心中有数。你们的货如何运作？怎么交接？把你知道的告诉我。苏公子，我们做的事是害人不浅，可也不得不做。负责这盘生意的所有人，他们的家人，都被6分半堂看管着，也包括你的家人。我也有个可怜的弟弟在京城，生死也被他人掌控。你要保我回京城，救了我弟弟，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谢苏公子大恩。救我弟弟！我本想让他说出所谓的北方生意是什么，可惜他没有说出一句话，就被安杰射杀。但这个接头人是北方生意线的秘门，傅大人见了人头，自然让我3分。
哎呀，这招险呐！有60%把握的事就值得去做。那接头人在京城被管控的亲人，你让哥祖去找一找吧。找。快，喝杯茶，去寒劲儿。喝了暖茶，烤了暖火，赶紧出城去吧。去哪儿？你让我看着那2个人，王白，快支撑不住了。你要是想留住人，恐怕得出城去劫了。备马，已经都备好了。温柔，温柔，哎，你这一点都不温柔。先是拈花惹草，又把我一个人丢楼里，来京城那么久了都不来找我，现在还不辞而别，还想让我温柔。你还有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朋友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们这些天的难处我都知道。但你们就想这么走了吗？我来京城就是想加入清风细雨楼，现在机会没了，我也没有留下去的必要。其实也没事儿，这京城虽大吧，那也只是天下一隅，在这个地方我们找不到出路，我就不信别的地方没有。那如果说还有机会呢？走吧，有个人想见你。走啊，走。厂长，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？去了就知道了。师兄，人我给你带来了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温柔，苏大哥，苏公子为何在此？我在等2个很重要的人，看你们的样子，是打算离开京城。6分半堂处处打压，刑部又勒令我们不准加入金风细雨楼，我们只好离开京城。早在这里我就跟你们说过，你们已是我金风细雨楼的人，管他什么刑部跟6分半堂，你们要进是金风细雨楼，跟他们没什么关系。可是苏大哥之前给副宗书下跪求情的事儿啊，我给副宗书下跪，副宗书这个人就那张嘴厉害，真没想到你们俩这么聪明，也会被他给骗。要我苏梦枕给人下跪，若是为兄弟，也没什么不可以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们是兄弟？你耳朵没问题，结义兄弟。可是我们只有一面之缘啊！但我们也经历过生死。那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管你们是谁。你连我们是谁都不知道，就要跟我们结义？是谁规定结义一定要查询对方的族谱家世、六亲门户的？那你为何要跟我们结义呢？结义就是结义，不需要理由。难道还要说情投意合、莫逆相交、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话吗？那你有几个结义兄弟？2个，你，还有他。你是想招揽我们进金风细雨楼吧？若是你们2个不愿意，现在就可以走。就算今生今世不相见，你们永远都是我兄弟。大哥，你当老大？我不当老大，谁当？大哥，大哥，二哥，三弟，二弟，三弟，大哥，大哥。
我王小石在京城也是有大哥的人了。好，大哥，二哥，三弟。我，苏梦辰，白裘飞，王小石，结为异姓兄弟，进相携，退相守，性命不脱，生死不负。如违此盟，天地不容。同水凭栏晨星灯烈，明月楼拥着层云。同水策马江湖远行，风霜染白游子夜。从水磨砺知府推行，俗世难得知己。从水红尘醉歌酩酊，劝君杯与莫停。莫道不可追天地间，爱恨匆匆；不可追青山外，生死不由一梦。前路行云君同赴散，暮霭重重，曾携手破浪乘风。莫道不可追前世中岁月空纵，不可追青山年少扶摇一梦。举心星汉无穷，壮阔迷雾层层，不枉此生。一刀一剑，一生苦苦追问；一枪一剑，一世茕茕叹恨。各白袍断前尘，笑尽蓝河出生根。不妨万曲弹禅，从来最伤人。如果有可追天地间，爱恨匆匆；有可追青山外，生死不由一梦。前路行云君同赴散，暮霭重重，再携手破浪乘风。如果有可追前世中岁月空纵，有可追青山年少扶摇一梦。怎寻星汉无穷，壮阔迷雾